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刚刚更新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更新了什么东西。首先就是在城市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在外观商城的旁边多了一个按钮，这个就是头衔的按钮了。那这个之前大家应该都见过吧，就是在不列颠之王里面拿到的头衔，只要你们在荣誉决斗那边拿到比较好的排名，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头衔了。那这个是不列颠的阵营，这个是维京的阵营。那接下来这个呢是冠绝四海活动期间，每日结算王国内战力排名第一的玩家就可以获得战力第一呀！那就是看好看了而已哦，这个有点像另外一款游戏了，感觉起来。然后这个是万国锦标赛，之前有介绍过的。那万国锦标赛只有第一、第二、第三名是有头衔的，这个是第一名的头衔，荣耀巅峰；第二名是正式尊威，但是它的特效并没有像第一名这么多，会比较少一点，而且它的那个头衔也没有这么大了。这个是第三名的，第三名看起来就弱了很多，比第二名还要更弱。那你们拿第三名跟第一名来做比较的时候，就看到差别更大。那至于皮肤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新的皮肤呢？因为我看了这一次的活动出的皮肤好像也是拿回旧的皮肤啊，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没有推出新的活动皮肤哦。如果是说史诗皮肤的话，还是拿回旧的。那金色皮肤因为还没有到登峰造极，所以也是没有新的皮肤可用。那我们回来讲这个头衔的事情啊，这个头衔有用吗？其实没有用呢只是让人家知道哦，你可以拿到比较前面的排名，然后你是很有钱很高战力的玩家，还有你参加过万国锦标赛之外就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个我觉得要拿这个头衔也不是这么值得啦，而且它这个是有限时的，限时60天，那这个应该没有限时吧，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战力有多高而已，而且它是每日结算了，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每天都会有才对的，中看不中用啦。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每日特惠，那每日特惠宝箱呢是已经更新了，现在有放了2位新的远程统帅进去。那这2位新的远程统帅呢，不是第4代的远程，他们其实算是 KVK2 之间的统帅，也就是说是比较早期的统帅啦，所以一般玩家其实没有必要去特别训练，他们的素质也会比较低一点啦。所以这2位统帅看有没有玩家有兴趣想要去拿吧。那么在公告里面有提到每日特惠宝箱，当你买完了每天的每日特惠宝箱之后，将会出现限时进阶特惠礼包，一定会出现你想要的统帅，但是在刚刚我买了礼包之后呢是没有出现了。接下来就是讲大家比较好奇的击杀数量现在是怎么去计算了。那在更新之前的前一晚呢，其实我做过测试了，第一次测试的报告这边只是显示说我击杀了对方多少，你们可以看到击杀数量是指对方受到的那个重伤有多少，但是他之前的计算方式是讲我这里的战损比等于对方的几倍嘛，对不对？他现在已经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计算了，而是直接截取这边来看，所以你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到我的战损比到底是赚多少。因为尽管好像我这个报告最后是阵亡了，然后我这边的击杀比例也没有到特别好，相当于1:1的比例吧，但是他这里也没有显示出来，只是跟我说我造成了多少的重伤而已，所以所以玩家就不会再出现部位强敌了，但是这个标志依旧还在的，就给你知道你的报告到底是赚还是亏了。那在昨天晚上我有做到这个测试嘛，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击杀比例是1243百分比的击杀比例，然后今天呢就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但至少我知道我是赚了啦，看到这个标志，只是你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我好像亏了，因为明明这边我的报告是失败的，就连这边击杀加1它都会写出来，天哪，那个太离谱了。所以真的会改变玩家未来的看法吗？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东西还保留在这边，我觉得玩家会特意点进那个报告，然后这样子点过来看了。只是现在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每次你打完了一些仗之后，你点进来看的时候，部会这边全部都是部位强敌啦。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这样子，但是你依旧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标志嘛。那当多数玩家看到你这个标志不存在的时候，就可能会推测说，你那个报告是不是亏了？我觉得比较多玩家
家会去追求这个标志的，在未来，所以就算不是部位强敌也好，也是会有多少影响啦，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就是讲到，如果你们要做埃及之战的自定义比赛的话，你们可以选择水晶科技了。水晶科技是直接全部增益啊，完全不需要去提升，就是说你连那个扩边那些全部都有了。然后昔日荣光的伤害30%，你也可以勾选要选择哪一些统帅。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新的版本呢，未来就可以让我们去测试那些新统帅啊，因为蛮多主播他们会拿这些新统帅来做测试的。就比方说现在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秦始皇啊、萨普尔一世全部都有了，就是说这些主播之后做的这些报告啊，在埃及里面打出来报告说服力就会更加强一点了。那当然还是要自己准备自己的装备啊、军器这些。水晶科技全部增益，然后所有伤害全部都在这边了。再来一个比较有感的更新，就是我们的平板设备也是可以用滑鼠跟键盘来操作了。这边也是给大家看要怎样操作。当你们的滑鼠跟键盘连接上你的平板之后，它就会多出了这一项，你们看到吗？那快捷键方面呢，其实有一个全选部队的按钮。那本来不是1啊，本来是 Ctrl Shift 加 A，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你们要这样子点。所以一般我都是会放在返回键隔壁，就是按 Return 跟 E， 你可以设置，你就点了之后按你自己想要的按钮就可以了。像我这边埃塞尔拍出来了，如果你是电脑版的话，其实你点击右键就可以操控你的部队要走哪个方向。如果你用平板的话，你必须要先把快捷战斗勾选起来，你才可以点击右键去冲刺你的部队。否则的话，你就算选择了部队，你按右键是没有反应的。你们看到吗？这里我是点右键啊，你注意看我的手指，没有反应的。所以你必须要把快捷战斗这边勾选起来，选择你的部队，左键、右键都可以操控了。这个还是相比起之前还要更好一点啦，因为之前我们用点点模式，你用手指去点的话会很辛苦。因为像我们如果用 iPad 比的话，它就算可以很灵敏的去点到，但是你会没有办法感觉到你自己点在哪个位置，你有没有正确的点到敌人，有没有正确的点到这个采集点，你不能确定了，你只能这样子腾空放，等它那个画面显示出来。就比方说我要靠这么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没有点到野蛮人。所以如果比较起来的话，我个人觉得滑鼠点击的准确性会比较高。那你用平板跟用电脑是一样的操作方式，电脑有什么优点，平板有什么优点？电脑的优点就是可能你做的比较舒服吧，我不知道，然后画面比较大一点。你看我的电脑画面，你再看一下我的平板画面，我的电脑有32寸这么大个画面，为什么不看电脑呢？为什么我要看平板呢？这个是电脑版的优势吧。而且电脑可能你的显卡比较厉害，或者是你的配置比较强一点，可能会比较顺畅，我不知道啦。然后平板的话，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随时用手操控，因为当我们很像补集结、补驻防的时候，其实你用平板补旗帜、补集结会比较快一点，速度会比较快，比较容易操作。有一些细操作你可以用手这样子去滑动，这样子去操作，或者是你看可以2只手同时点，我点这边点这里，这样子点也可以，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相比起电脑，因为电脑你只能用鼠标跟键盘，那有一些部分是键盘没有办法设置到快捷键的话，就变成说我用平板会比较快一点。还有平板就是比较方便了，你可以躺着玩。如果你的鼠标像我这个鼠标这样子，你是用轨迹球的话，甚至你可以躺在床那边玩你的平板，用你的平板玩万国觉醒。然后我的鼠标键盘全部都是蓝牙的，这样子我就可以躺着玩了，这个是优点啦。因为电脑的话，你只能坐在电脑面前，然后看着你的电脑而已。所以之后用平板设备的玩家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了。那如果你有 iPhone 的话，也是可以操作。但是各位要记得，你们要把自己的版本更新，要更新到最新版本。现在的版本是1009819，如果你是在之前的版本的话，是没有办法配置到滑鼠跟键盘的。接下来就是公告，之前有说过的，这一次的版本除了英雄战歌有新的水晶科技之外，11世纪也是有新版的水晶科技了。官方的公告还有说到下一次的兵无常势还有不列颠之王也是有新版的水晶科技了。但是不列颠之王呢，是已经没有那个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行省这个操作了。还有一个更新就是在我们的商店里面，原本可以放置最多的移民数量呢就只有5个，现在变成75个了。现在我们在稀有礼物那边领取的速度呢好像是变快了，我给你们看一下。
有发现到吗？好像是稍微快了那1-2秒的时间。这里我找到了一个2周之前的记录，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先让它点，然后这边我们接着一起点，看到吗？那个速度快很多嘞。这边好像就慢了大概0.5倍，因为之前就算它开了一次性实开，但是速度也是非常的慢了。这一次更新之后真的快很多了。至于博物馆方面呢，是还没有看到芝诺比亚跟哈拉尔的，但是根据官方透露的图片来看的话，哈拉尔3它提升步兵的防御力10%，生命值5%。其实对于现在版本的水晶科技来说是没有用的。现在我们比较需要攻击啊，步兵的攻击。至于芝诺比亚的话，就是技能伤害减免5%，还有反击伤害提升8%，这个可能还有一点点用啦。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啦。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更新之后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最大的更新应该还算是平板方面吧，就对于那些移动设备玩家没有电脑的玩家来讲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有些玩家可能他们的电脑没有办法支持到万国觉醒太旧了，那些电脑可能不是那种打游戏的电脑之类的。那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报告的部分反应会比较大一点吧。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